你在窥探我的内心。这是必要之举。如果这对您造成了困扰，星道上的神秘声音来自何方？神秘人究竟是谁呢？能在这里出现的身份有3个，分别是主角内心、十章器灵、古代文明。既然名字是星道，那就是问星。随着主角与神秘人的一问一答，过往的经历被逐渐回忆，也一一进行了评价。所以很多人认为这里的声音来自主角内心的反问。这在前半段路上确实符合，但在后半段路便不适用了。我们最终与这些东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。神秘人说的是我们，这说明他代表的是九域一方。下一个猜测是十章的器灵。玉兰说过，十章不是每个人都有驾驭的资质，测试也就是通过试炼，让十章选择主人。宝物择主在修仙里并不少见，但在星道的最后，神秘人却是这么说的。所以，我才会在这里与作为变量的你们相见。我们有机会再次见面。他是为了见一下变量才来的星道，并且说未来会有机会相见。如果是器灵，应该寄宿在十章里，那样时刻都能在一起，不必刻意降临过来。最后一个猜测是古代文明。问星道，修仙路，这妥妥的是修仙大佬选择衣钵传承的套路。这个答案似乎完美符合所有的条件。古代文明曾经也与慧明战斗过，而且至今都没能赢他们。在伊内斯，我们也遇到了古代文明留下的遗迹。在无尽藏的 PV 里面还有个钓鱼的蓑衣窝，这一切都让我们相信这里的神秘声音来自古文明，但这并不是正确答案。破绽就来自视频开头的那句话：你在窥探我的内心。这是必要之举。如果这对您造成了困扰，您是一个敬词，用于对尊敬之人的称呼。如果是古代文明，他应该是个数千岁的大能，又怎么会尊敬我们？但这个字不止这么简单，您字也暴露了神秘人真正的身份。确切的说，不是他，而是他，九域真正的大脑，十章技术的创造者，藏于九域最高行政机构与科研机构中。他就是正宫的超级计算机列阵子。从进入星道以来，是不是都有种跟 AI 对话的感觉呢？那是因为他真的是智能 AI， 很多事情也都说得通了。十章技术最早来自于正宫的研究，正是依赖了超级计算机列阵子，所以他才可以投影到这里，进入我们的试炼幻境。说他是半个十章器灵也不为过，证据不止于此。在星道的最后，他说了为什么来到这里。变量这个词也暴露了他的身份。变量用的最广泛的领域当属计算机了。当时我就很奇怪，文案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词？但如果是智能 AI 就都说得通了。对计算机而言，所有的变化都是由变量引起的，变量会改变产生的结果。除了这些证据，还有便是小峰一直强调的，九域并不是修仙，而是科幻遇见新能量。由于使用的是新的能量，也就形成了新的科技路线。就像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，即是生产力的进步，也是科技的进步。之前问星道的存在，大家都以为是灵海内室或者异空间，但现在知道了一切都是列阵子所为，那问星道也就有了新的解释。它是由列阵子生成的虚拟空间，所以才可以显现出过去的画面。在迎风礁有一个隐藏任务是科技夺舍，便是将自身的意识上传到了服务器里，再下载到了孩子身上。那么我们在问星道的遭遇，就是在启动十章后，意识被拉入到了虚拟空间里，知道了神秘人是列阵子，那么他口中说的朋友也就呼之欲出了。因为他，你们会经历更大的磨难。是同时在接受十章试炼的沙利。列阵子只是超级计算机，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。他虽然知道我们是变量，却对我们一无所知，所以才会通过十章试炼的机会接近我们，测试我们是否能担负起对抗慧明的重任。他说我们与沙利在一起会遭遇磨难，那就说明他在沙利的试炼中发现了问题。那么沙利的试炼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里先卖个关子，让我们接着上期的剧情继续解读。天狼与雷姆偷跑，主角与沙利一约来到资轨。九域的十章科技由3部分构成，分别是大型遇能反应装置所在的号轨，将能量扩散向星杯的资轨，与发射能量给十章装置的星杯构成。见到玉兰后，他说我们要接受评估考验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驾驭十章。在启动十章后，我们便来到了星岛。主持我们试炼的已经换成了列阵子，他试着窥探我们的内心。可惜主角是个失去记忆的人，记忆只有遇见沙利兄妹以后的部分。他说很少有人会出现记忆不完整的情况，说明他之前遇到过或者听说过。刚巧真的有一个人符合条件，沙利的哥哥夏佐。既然他能与慧明抗衡，那就说明夏佐同样拥有十章，他也是来自九域以外的时空，有可能是变量之一。列阵子之前很可能已经见过他。列阵子提到沙利兄妹是艾达之子的后裔，可见从进来虚拟空间的那一刻，我们经历的一切就都被他知晓了，而且不只是知晓这么简单。他还对主角的过去做出了评论，这说明列阵子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夏佐的选择算是对亚夏剧情的一次填坑。最后的提问问的不是主角，而是屏幕前的玩家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如何选择？
在以前的视频里，小峰就提到过，主角是个失去记忆的人，在这个新世界里，只有莎莉是最好的朋友。在亚夏的遭遇，要么是被利用，要么就是算计，这也是为什么主角愿意陪着莎莉的原因。最后的提问有些犀利，你是莎莉的监护人，那谁又是你的监护人？我们为什么会监护莎莉？因为莎莉是赦免天使，属于艾达之子的阵营。海加德不放心她的存在，但是有克拉瑞尔在，海加德也没办法对付莎莉，所以只能让我们陪同。但这并不是好事，陪同只是一个借口。海加德不能放任莎莉不管，所以明面上派我们监护莎莉，实际上却希望奈美西斯早点出问题，这样海加德就能向克拉瑞尔施压，从而对奈美西斯展开研究。我们监护莎莉是因为阵营不同，至少明面上我们还是海加德的执行者。如果是这样按阵营算，那确实有人在监护我们，这个人便是身为赦免天使的奈美西斯。我越来越好奇贤者的目的了，不论是主角还是莎莉，两人都是贤者一手造成的，他究竟在观测什么呢？维拉经历被一笔带过，到了赦免天使后，第一次知道了主角对他们的评价。主角认为回溯是错误的，会造成更多的伤害。这个想法并不是绝对正确，实际上只要回溯能成功，一切都会重置，也就不存在苦痛。但这些的前提是回溯能成功，主角不想把希望赌在这种不确定性上，这才是主角认为的正确。列阵子又提问什么是正确的事情？什么是正确的事情？主角其实已经回答过了，主角认为正确的便是正确的，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。最后的路才是列阵子真正的考验，测试主角有没有决心面对真正的困难。列阵子一路向我们展示九域与慧明的战争，这里要注意一句话，我才会在这里与作为变量的你们相见。他说的变量是你们。列阵子来此的目的同样也有了解莎莉，那么在莎莉那边他又窥探到了什么呢？10章试炼结束，但是莎莉却有些不对劲。她的试炼过程看似很正常，但却是作为旁观者完成的，或者说她是观测者。这一切还要从奈美西斯的名字说起。奈美西斯源于古希腊神话涅墨西斯，她是复仇的女神，同时司掌着宝剑与天平。宝剑是为了惩罚，天平则是为了衡量，在衡量之后做出审判，这便是真正的奈美西斯，也是贤者最完美的作品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在袭击幻塔失败后，贤者就消失匿迹了，因为他的目标已经达成了。贤者面前曾经有2条路，一条是自己做出审判，一条是等待奈美西斯做出审判。第一条路他已经失败了，贤者试图第3次时空回溯，但被阻止了。现在他选择的是第2条路，等待奈美西斯的审判。莎莉在很早之前的剧情就说过，她要寻找自己作为一个赦免天使新生于此的真正意义。在伊内斯的剧情里，也有弗利加留下的话，奈美西斯是贤者志向未来的一起。这些都说明了奈美西斯并不普通，她有着自己的使命去完成，观测衡量，然后进行审判。贤者一直等待的也是一个答案，这个世界是该继续存在还是该被回溯重置？列阵子显然也发现了这种异常，他的试炼本应是窥探人的内心，但奈美西斯却像世界的观测者一样，这可能就是他判断未来我们的路将更加坎坷的原因吧。拿到10章后汇合了流火，他提到了正宫的相关研究成果。正宫的相关研究成果都已经出了5大卷，正宫正是列阵子的所在，10章科技的成果皆都源于此。解锁完神像与星杯，得知了玄玉遗迹出了问题。老姐，你快来玄玉遗迹这儿烧火旗！等我们赶到后，看到慧明正在袭击遗迹，这样南因不战而逃的原因也找到了。他当时是要调虎离山，佯装败退，吸引走了夏佐和女剑仙。现在的守军肯定无力抵挡，解决完慧明便进入了遗迹。这里的慧明如果不帮忙清理，之后你会发现玉卫全会被干掉。可见玉卫在对战慧明上很不占优势。清理完后，发现朱燕也狂暴起来。朱燕本是活跃在玄玉遗迹中的怪物，是维持遗迹平稳运行的一部分，现在却狂暴伤人。这之间的变故便是南音的萧生，他的萧生真正的目标是遗迹里的朱燕，但却没人发现。经过了1晚上的折腾，这才让遗迹内的防御出现了漏洞，差点让慧明破风而出。收拾完了朱燕，我们便跟着流火来到了遗迹深处。这里的构成和无序深渊的材料如出一辙，可见遗迹与无序深渊都是来自古代文明。还没接近封印，便出现了兵力外溢的现象。流火毫不迟疑地激活了上方的朱雀标记。幸好流火加固了封印，但这种方式对身体的负担很大。蓝与荣金及时赶到，接下来就能看出弟弟的情商很高。是你眼神不好，看错了。好了，那就请老姐和我一起上医馆瞧瞧眼睛去。啊，对了，由于我眼神不好，老姐最好也扶着我点，免得我走哪儿摔上一跤。
知道刘火的自尊心强，便故意拿自己为借口带刘火回去医治。说起刘火这对姐弟也是颇有意思。刘火属于先天武力超群，从小就受到弟弟的崇拜，但随着年龄长大，弟弟实力也崭露头角，这让身为姐姐的刘火感到了危机。她想让弟弟为自己自豪，所以开始拼命学习各种东西。但荣金想要看到的并不是这样的刘火，就因为这点观念的冲突，两姐弟经常发生矛盾与冲突。要我说，果然还是爹妈的基因太强大了，姐弟俩都能成为御卫，还都实力超群。由此可见，投胎确实是个技术活。处理完玄玉遗迹，我们便回到了黎州府。玉先生也科普起了封印。玄玉遗迹是依靠玉能维持封印的，现在玉脉枯竭，镇压不住是早晚的事，现在只能用10章进行加固。但根据玉先生所说，这需要付出极大代价。玉卫都抱着如此觉悟，这种描述简直就是赴死一样。难道加固封印还要献祭吗？到此主线剧情就告一段落了。黎州的剧情显然还没有完，2个区域还没有解锁，那里正是夏佐与女剑仙追去的地方。就是不知道等我们赶到，夏佐是在找南音，还是已经被抓住了呢？目前来看，南音的这次袭击是一弹三鸟的计策，先是利用时空乱流截杀了我们，然后又用箫声影响朱燕，让遗迹防御系统出现问题，最后还调虎离山，引走了夏佐与女剑仙。南音作为上一代的白虎，在谋略上不是以前的灰玉体可比的，未来在9域的战斗会更加的困难。最后让我们回到正宫的问题上，列阵子是超级计算机，但它是人类造出来的还是9域本来就有的存在呢？这让我想起了玲珑里的灯塔，同样有不属于人类的生物在指引着人类。这次除了主线外，支线也是相当的精彩。天狼的约会之旅，玉兰的听书故事，流火姐弟的日常，还有科技夺舍的大能。9域未来的剧情会如何发展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